不丹跳开印度，与中国签署了边境谈判备忘录，印度被搞了个措手不及，这是什么情况？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印度一些人呢，通常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不丹，或者是看待它周边的小国，甚至自认为它是这些周边国家的保护人。不丹呢，也因此成为与中国唯一没有建交的邻国。2021年10月14日，中国宣布与不丹签署了关于加快中部边境谈判3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这让印度人有点发酸，有点措手不及。印度斯坦时报提到，印度外交部门不承认不丹呢不让印度知晓其与中国签署备忘录的消息。但是由于印度和不丹在外交政策议题上的紧密关系，因此印方呢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呢被不丹所瞒过。那么考虑到谅解备忘录可能会对印度与中国之间本已令人担忧的关系产生影响，印度的谨慎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印度外交部的答复：我们注意到不丹与中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网友们应该记得，2017年中印持续70多天的洞朗对峙，印度军方打出所谓保护不丹的幌子，将洞朗地区说成是中国、印度、不丹的3国交界点，为其越境侵犯中国领土证明。实际上呢，印度制造洞朗地区争议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阻止并牵制中国与不丹进行边境谈判的进程。事后透露消息呢，我们得知不丹方面呢明显表示希望印度能以和平的方式与中国解决争端，这也被认为是对印度微妙的警告。印度人的理想就是继承大英帝国的遗产，因此对周边国家的领土无不采取吞并和控制的策略。印度曾在中国无暇顾及的年代吞并了西金，又以强大的军力威胁控制了不丹的军事和外交。过去不丹想与中国签署边境协议，那也要看印度人的脸色，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因此此次协议的签署被印度人理解为在没有印度协调的情况下自己做出的决定。由此不难看出，中印双方交界的最后一个邻国现在已经开始反对印度了。过去中国的战略方向主要在台海和南海，中印边境的态势一般是争取维持和平的环境，这就给了印度成为南亚霸主的机会。随着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挑衅不断加强，再加上对周边国家的欺压，包括尼泊尔、不丹等国开始选择与中国走得更近了。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不丹的情况非常复杂，印度为了破坏中国和不丹2国之间的边境协议，随时都有可能挑事儿。据资料记载，印度在不丹的驻军现在有5个营以上的兵力，军事基地呢有10几个，主要分布在哈中、帕罗中、廷布，也就是不丹的首都，以及楚卡中等地。而放眼全世界，与不丹唯一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就是印度。印度为不丹修建水电站、建超5星级宾馆，实际上就想从经济上控制不丹。而这个目标呢，其实呢已经基本实现了。外交上，不丹只和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但要想摆脱对印度的依赖，可能还需要走很长的路。那么中国呢，可以为此提供相应的帮助。需要注意，不丹能与中国签署2国的边境协议备忘录，虽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呢，毕竟不是划界协议，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这个世界上对他国领土有野心的国家并不是很多，但是每次都少不了印度。未来中国还必须小心印度对不丹的吞并，这绝对不是天方夜谭。为此呢，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向我们的邻国伸出援助之手，让他们能够维持独立自主和主权，以避免西金的悲剧发生。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会。